大家知道我们俩有多惨吗？仙气飘飘的感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周的 vlog。今天呢，我们俩要去逛一下街。然后我上周刚刚说米兰变得很热，但我今天又变得非常的臃肿，又穿上我的毛毛外套，突然一个大降温，倒春寒。但是因为春天要来了，所以我们俩打算去看一下春天的衣服。如果有什么好看的，再跟大家分享吧。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的穿搭。因为米兰突然大降温，所以又穿上了我这件 Lulu Studio 的毛毛外套，然后里面穿的是这一件Saint Laurent的夹克，这件夹克真是超级的热，配了一条这个 Apple Tree 的牛仔裤，然后还有一个 The Road Terrace， 然后我戴的还是 Jacquemus March 这个眼镜。自从买了以后，我再也没戴过别的眼镜。今天穿的是 The Road 的这一双乐福鞋，但是我这个裤腿有点宽，有点挡住了。每天出门我如果不知道穿什么鞋，我就会想说就穿 The Road 这双吧，因为它又百搭，然后又真的是非常的好穿。还可以。哎，这个跟你现在穿的裤子裤型好像。背心摸起来蛮舒服的。应该挺好看，但它很长。对，这个就蛮好看。它腰是这样眯着下来。我上周试了一个那个深绿色的，然后今天看到有这个浅卡其色，但是我想要肩更阔一点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肩有点窄。这件风衣很好看。This one it's a little bit big here. But this is the only one you have. Yeah, it's the only one in Europe available. 这个肩超帅的。对，但它这件我穿稍微有一点点大，本来就 oversize， 然后再加上它又 size 更大了。他说这也是欧洲最后一件。太帅了吧！是吗？这裤子。我刚试的那条 Y3 牛仔裤真的太好看了，就我现在正在找的一条黑色阔腿牛仔裤的样子。然后那件风衣也很好看，但它是上一季，所以它就整个大断码，比我平常穿的 size 大2个。但是我觉得上身效果好像也还可以，就不会觉得太大。大家觉得呢？之前一直没发现这件风衣，现在后知后觉，发现它比现在新出的还好看。大家知道我们俩有多惨吗？我们今天中午约了一个午餐，然后我们已经连续去2家餐厅都没位置了。今天去了 Portrait 那个 10-11， 然后又去了 Ralph Lauren Bar， 连续被拒绝，好难受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再换一家餐厅，碰碰运气。如果大家来米兰的话，一定要预定，每次就是餐厅不预定就很容易吃不上。好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们最后的 solution 就是来到了四季外面人超少的。我们俩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。我们刚才点了1份番茄意面，但是我们说因为是 share， 所以他就直接帮我们分成了2份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 margherita 那个披萨，但他这边的 margherita 是有点像面包上面放了番茄，就不太是真的意大利披萨。但是他有提前跟你说。对，他有提前跟我们说了，他面是这种很细的耶。这番茄意面真的 so far 是我在米兰吃过最好吃的。是吗？Tora 很喜欢的一个博主住在米兰，然后他就说4季的番茄意大利面是全米兰最好吃的。它这个 margherita 也挺好吃的耶。因为它的面包是那种很软的那种，它那个青酱很新鲜，不会很腻。饭对，而且你不喜欢吃青酱的人，这样就好吃。重点是我不喜欢吃 cheese。一般披萨上面都会有烤 cheese 那种，然后大家就只是烤了这个面包，然后上面涂了这个青酱加番茄酱，然后放一小块 cheese 在上面。
所以就觉得很清爽，很好吃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最近在做全年的旅行计划。4月份会去托斯卡纳，然后我们7月想去南法，然后所以呢就看了超级多值得去的酒店。所以我们先从意大利的开始说。Como 就是上次 Henry 跟他爸有去那个 Villa d'Este， 这个也一直在我的 list 上，可以坐在室外，然后喝咖啡或者吃饭，然后就在湖边，我们觉得那个超级美。我觉得印象让我很深刻，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，然后它饭店也有自己的船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吧。还有一个我想去 Como 酒店就是那个巴萨拉瓜，因为我弟上次去，然后他说特别漂亮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去 Como 那边的时候去这个酒店，正好 Henry 没去过，然后他那个泳池啊什么特别美。说到泳池，我突然想到 Villa d'Este 的那个泳池，好像是第一个在湖上建的游泳池，旁边特别有一个牌子就在介绍 Villa d'Este 它的游泳池。除了 Como 以外，我们不是4月就要去 Toscana 了吗？我们订了一家超级美的酒店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先不说是哪一家好了，然后我在我的 list 上呢有这几家，一个是 Borgo Santo Pietro。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大那种像度假村，然后在托斯卡纳的乡间，就非常有那种感觉。它那个里面就是很多那种花园园艺都做得很漂亮，然后它泳池也很大，然后还有那种玻璃房的早餐午餐，看起来超级的美，很适合拍照。就我们这次在托斯卡纳找的酒店都不是在城市，不是在佛罗伦萨，都是在那种田野间，就是托斯卡纳风光了。然后还有一家叫 Castello di Vicarello， 然后这一家有一个那个房型，外面就是一个木桶，在那边泡澡。这家酒店的那个泳池特别的好看，那种无边泳池，然后对面就是托斯卡纳那种山景。托斯卡纳的旁边还有一个大区叫 Umbria， 然后那个大区其实是差不多的风光，但它没有托斯卡纳那么有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托斯卡纳有电影的关系，但是他们俩的风景基本上是一样。Umbria 的首府叫佩鲁贾，然后我之前在佩鲁贾学过意大利语，然后那边就是每天其实都那种景色，落日超美的。Umbria 有一个酒店，我也特别种草，叫那个 Castello di Rescue， 它那个泳池太 surreal， 就非常的不真实，就是像那种 AI 生成的那种感觉，还有那个云雾缭绕，反正那个酒店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意大利我还有一个很想去但我还没去过的，就是 Amalfi Coast 那边有一家酒店叫 Caruso， 是 Balmain 旗下的，在一个小镇叫 Ravello， 然后那个小镇超级的美，一直都在我的种草清单上，但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 Amalfi 那边还有在波西达诺，就是最网红的那个小镇。然后那个小镇呢，就是最有名的酒店是 Le Sirenuse， 就是基本上网红照片都是从那个酒店拍的。其实那个酒店房间我真的还好，对，但只是就觉得有那个 view， 然后再加上那么多人去过的都说好，那是不是真的就很好？所以它也一直在我的那个 list 上面。因为我觉得意大利的这些度假胜地很红的酒店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公共设施做得非常漂亮，但是房间就是很容易就会比较老。然后我们最近还在想要不要去威尼斯，威尼斯的安曼巨美，富丽堂皇的水晶灯，有点穿越时光的感觉，就是住在古时候的那种雕梁画壁的房间，然后它的那个屋顶都是湿壁画，然后它的床也是有那种帘子，就很像古时候那个皇后睡觉的地方。7月份我们要去南法嘛，然后我们现在想的就是2个海边的小镇 Saint-Tropez 还有 Antibes， 我们都特别想去。Saint-Tropez 呢，我就看到了一家，因为泳池很漂亮，我就每次都会被泳池吸引，但它的房间其实旧的那个是真的很旧，然后叫 Airless， 这个就是也是蛮有名，超多人去。然后还有一个叫 Hotel Lupine， 那个就是之前品牌办活动啊，很多会安排博主住在那儿，然后当时我就认识了这个酒店，它的那个酒店里面有一家 Beef Bar。最后 Antibes， 我的 list 上有写2个酒店，一个是 Eden Rock， 这个就是超级有名的，应该也是 Antibes 最好的酒店之一吧。我发现它现在其实已经全年都订满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是3月开始看，就已经来不及订今年的。然后我就说那要不我们去那吃个饭什么的，然后我同事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住在那，但我看他的房间也是偏老，所以就是刚才 Henry 说的那样，就是欧洲这些度假胜地房型就会没有那么的新。但是我看到 Antibes 其实也有一家比较新的很好的酒店叫 Beach Hotel， 然后那个就是 Hotel 它自己有自己的 private beach， 然后它房间就很新，应该是新建的一个酒店，然后那个酒店的房间看起来现代了很多，但其实主要是看你想住什么样的感觉。反正我超级期待今年的这个度假行程，我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如果这几个地方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酒店都可以发出来，然后让我们参考一下，非常需要。然后我的这个大家觉得能参考的话，也可以截屏记一下，我把它 list 在这儿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这1年的精彩内容。
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要去洗胶片。去巴黎的时候拍的那些胶片都还没有洗。之前我都是在市中心的一家，但是我发现它洗的颜色有点奇怪，所以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推荐给我一家在运河附近的，听说这一家洗的很好。不过就是有点远，如果洗的不错的话，那就把这家推荐给大家。我觉得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拍胶片真的还蛮有意思的。除了胶片的质感我觉得很好之外，旅游完了放在那边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去把它洗出来，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哎，原来那时候还有拍这种照片，又去玩了一次的感觉。这一家，然后它好像是得按门铃，10号。OK， 问题是进来之后我不知道在哪里。Henry, nice to meet you. 下面。Grazie。这个老板人超好，一进来然后就会问我想不想喝什么然后想不想再多跟他们聊天。我觉得这个空间超酷的，这应该都是他们的好朋友。然后他说我可以在这边找，看能不能找到我的朋友。这边是他们的暗房，哦，他们好像也可以让你自己进来洗。Thank you so much, Andrea. Welcome, anytime. Grazie. Bye, ciao. 我刚刚本来搭电车回去，结果刚好一出来就错过了，然后下班竟然要等15分钟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干脆就直接散步，经过这个足球场。今天天气又超好，看他们这样踢球，感觉好幸福啊！想到我以前国中的时候也是校队，然后我那时候是打棒球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全部人都要住校。最爽的是我们上学只需要上半天，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全部人一起从学校骑脚踏车回到球场，然后就一直打球打到晚上。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还蛮充实，很快乐。刚刚看他们踢球，然后就想到我那个时候，然后说到这个就想到我最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，所以我跟 Tora 呢，我们就买了一个瑜伽垫，打算在家开始稍微锻炼一下。大家也都要保养好身体，多运动。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 fun fact， 就是 CCP 之前有办过一场秀，就是让模特漂在一个河上面，然后那个河就是这一条运河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河看起来真的不是很干净，那些模特真的是非常的敬业。You'll always still my